OK，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我们今天 Dustin 来跟各位分享的是什么呢？好，就基本上啊，今天要分享的并不是某一个科目的观念，而今天是所有科目检讨上需要注意的心态的调整。好，这个心态的调整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好，就是什么？你要搞懂什么叫战争迷雾，什么叫上帝视角。什么意思呢？好，有玩过游戏的应该知道这两个名词，对这两个名词并不陌生。什么叫做战争迷？什么叫上帝视角？就是说，今天你在看别人打游戏的时候，你是观战者的角色，你可以看到两边的动向，你可以把整个地图全开，这叫上帝视角。OK， 好，那今天什么叫战争迷雾呢？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是在游戏里面的玩家，你不是观战者，你只是玩家的时候，你其实只能看得到地图的一小部分，就是你身处的那个部分，其他部分或对手的动向，其实你不接近对手你是看不到的。OK， 好，那这个东西到Dustin为什么要讲这两个名词？是因为今天在做检讨的时候，我们也往往忽略掉这两个观念，什么意思？今天各位在检讨选项的时候，做完之后做对做错来检讨，我们已经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了。我们把每个选项挑错，这个时候我们是用上帝的视角来看事情，包括我们去找检讨、找解释。我们把选项里每个错挑出来。好，比如说今天说 ，OK， 这个是 SC 是不平行。OK， 今天这个就是CR 是什么？主体无关，主角无关。好，然后或者是这个 RC 是没有提到之类的。可问题是今天怎么样呢？换到下一题的时候，下一题又不会是出这个题目，下一题是新的题目、新的故事。它就算考一样逻辑，它也会用新的方式来包装。所以，当你下一题遇到陌生题目的时候，就犹如走进了战争，你一样无法发现你原本已经知道的考点。好，这就是问题了。大家检讨的时候怎么样呢？都只有针对眼前这一题挑错误，可是没有去为下一题做准备，所以导致怎么样呢？导致检讨无法有效提升实力。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什么叫战争，什么叫战争迷雾，什么叫上帝视角。那我们要如何去改善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会用 SC 的题目来做示范。好，但是呢，其实你要记住，今天讲的观念是要去深入用在 RC、CR 身上的。OK， 好，那我们开始讲咯。好，来，那我们先看这一题。这一题呢，请各位先按暂停，先把这题先试试看用自己的方法做完。好，然后等一下Dustin会跟大家讲我自己做题的时候第一次做的思路。好，请大家先按暂停。好，来，那按完暂停之后呢，好。那回来之后，我们跟大家讲说Dustin做题的思路哦。好，先提醒大家一件事，这题为什么会出现，是因为这题Dustin之前是做错的。好，跟大家讲说这题做错为什么会做错。OK， 好，来这一题怎么样呢？我做的时候很简单，我一开始先看 A、B、C 读一，就想看到很清楚的这个什么有这个差别，一个是 which， 一个是逗点 removing， 对不对？那你知道Dustin跟9成9的人都一样，看到 which 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往前去找它要指代谁，对吧 ？OK， 那往前看的时候，当然今天看到 real login， 不可能今天忘掉这个 either。好，你不可能只看一个字，你一定要往前稍微眼睛瞄到 either。所以Dustin那个时候看到 which 往前检查，看到 either， 这时候心里面怎么样呢？一阵狂喜，有没有？哦，看到 either 了，这个很明显是在考什么 either or。那往后看怎么样？发现这个题目也不失我所望，直接出了 as well as 跟 or 跟 along with 这种差别。因为发现这种时候呢，心里面一阵狂喜是忍不住的，就快要跳起来了，马上删掉，火速删掉 ACE。这个时候就发现很快的，今天剩下的 B 跟 Do， 这时候心里面好怎么样呢？激动的情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OK， 发现说很快就变2选1了，觉得这一题离正确也不远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Dustin怎么做呢？就说 OK，either 刚刚检查完 either or， 那我下一步要检查什么？应该是 either A or B， 对不对？我就来看两个有没有平行，就发现说 OK， 这边是 either logging or surface fire， 另外一边是 either logging or surface fire。OK， 没关系，好。都有平行，可是呢，今天 B 选项跟 Do 选项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前面是 either logging 逗点 which or surface fire that。Do 选项 either logging 逗点 removing or surface fire 逗点 burning。好，那在我看来怎么样呢？虽然都有平行，可是在 Do 选项写起来平行更工整，所以这时候Dustin就把答案选的是 Do。结果检讨发现说靠腰嘞，答案竟然是 B。OK， 好，这时候就怎么样呢？就发现一阵失落，有没有？开始去找原因，开始去上网找检讨。这时候发现一件事情，上网怎么样呢？发现说原来后面有个 do not， 原来后面有个 do not。好，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好检讨发现说，原来今天这个 do not 是跟前面的这个 burning 是不平行的，只有 B 选项这个 burn 是平行的。好，所以这个时候 Dustin 检讨会怎么写呢 ？OK， 好，如果是大部分的同学，他应该都只会写什么？写 B 选项，写 Do 选项的错误，对不对？他会写怎么样？他会写 Do 选项怎么样的 ？V 与 VING， 好，分词与动词是不能平行的，对吧？
大部分的同学检讨会这样写，OK， 好，但我问你一件事，如果你今天这样写，真的能解决掉下一题的问题吗？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举个例子好了，来，请问你，像这个题目，我如果今天把划线部分画到这边，让你看选项的时候看到后面的 but do not， 跟看到前面的 burning， 你觉得你还会做错吗？就不会，对不对？再来，我再问你一件事情，你觉得你这一题真的是因为不知道动词跟 VNG 观念上不能平行才做错了吗？不是嘛？你明明就懂得平行的观念，对不对？所以其实你根本没有抓到你错误的原因，你只是假装自己好像抓到所有的考点。这题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今天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他今天有战争迷雾，什么意思？他故意把关键资讯藏在划线部分后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做题目的时候怎么样呢？大家会有思考的盲点，大部分的人都只会看选项里面，少部分的人会从选项前面读过来，读到这边为止。OK， 或者是看选项里面的时候呢，如果发现有一些关键字，去往前面找。去找什么？比如说找主词、动词，比如说找什么？比如说找平行，比如说找什么？比如说找指代。大部分人都是只看选项里面，或者是从前面看过来，很少有人会继续往后看到后面。所以这一题他故意把关键资讯放在后面，他就是在看有没有人会忽略掉。OK， 所以这题你看哦，如果划线部分画到这边的话，你就再也不会做错了，对不对？然后你根本不会做错，因为你根本不是不懂平行的观念。所以你今天检讨，如果你写 V 跟 VNG 不能平行，它帮不到你下一题，因为你不是因为不平行所以做错的，你是因为什么？你是因为你是因为你刚刚做题目的时候没有看到后面才做错的。所以这个检讨叫什么？叫做没有打到点的检讨。OK， 为什么？因为它好像假设的是你考试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所有的平行，可是今天我们是检讨的时候，我们上帝的视角让我们知道说，哦，后面有 but do not。但是你在做题目的时候，像我刚刚到之前说的一样，大部分人都只会看到一部分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会是什么战争迷雾。OK， 好，所以你看哦，像这一题对不对？它其实它设计的方式才是你真正点出你的盲点。什么盲点？这题要检讨，你不是应该是写是它这个选项为什么错？好，因为你知道，如果你看到后面就不会错。你要想的是你的盲点在哪里，刚刚为什么没有选到？你要为下一题做准备。OK， 好像这一题啊，你看哦，像这一题我们就要想一件事，这一题它为什么我会选错？是因为它把关键资讯藏在后面，所以它是什么？隐藏资讯在后面。好，那你这时候就要想一件事，我今天的检讨要为了下一题做准备，下一题如果隐藏资讯在后面，我该怎么办 ？OK 哦，好，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想怎么解决了，要为下一题去想。第一种想法是什么？最直观的想法就是以后每个题目全部的选项都看完的，不是全部选项，从前到后全部都看完，对不对？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全部看完，全部看完。好，这个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没有错，可是问题是你要想这个方法有效率吗？是不是有更多的题目其实根本不需要看到最后面，对不对？有更多的题目其实怎么样呢？根本不会在后面隐藏资讯。所以这个方法本身效率就有差了，所以你就要想有没有更有效率的方法。你要记住，你在帮自己解决盲点，你要不断的去找假说、去分析、去找方法、去试验。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当时你曾经在之前的影片讲过，如果各位有看我的部落格的话，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或是文章。GMAT 的 SC 是一个什么？它今天是先有一个正确选项，再去把正确选项变化写法，写出4个不同的相对错误选项。所以今天当我们去比较2个选项的时候，看到2个选项写法的差别，我们就可以去预测它会考什么东西。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好，从差异点来识别考点。所以这题你要想，到底是哪里写的有差，导致它会考后面的平行，导致它会用到后面的隐藏资讯。请问你这一题如果今天后面都写这样的话，你觉得它会考你吗？你觉得它会考你后面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因为2个都长一样，都可以平行嘛，对不对？所以这题的问题是在于后面写的不一样，才会怎么样？才会考你后面有没有平行。好，那这时候你要想一件事，这时候如果你今天检讨说，哦，下次看到 burn 这个字要注意，你觉得你有抓到点吗？你觉得下一题出现 burn 的几率有多高？应该很少，对不对？因为 burn 这个字只是这篇文章为了适应故事需要所创造出来的字，对吧？好，所放进去的字。那今天下一题如果换成别的东西，如果换成什么？如果换成别的动词，是不是也可能会考你，对不对？所以这题最重要的点是什么？看到尾巴不一样，尾巴的写法不一样，
就要往后看，所以是什么？下次看到选项结尾好不同，就要往后看，因为结尾相同不会去用到后面的差别，结尾不同的时候才会用到后面的差别。OK， 好，那再来第三个还有什么方法？就是什么？如果今天好看完整个就是你确定想要选某个选项的时候，或者是你今天想要选某个选项的时候，按确定之前，整个句子过一遍。OK， 你看这样子才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检讨。因为你今天知道你的问题不是什么，不是你不懂平行，而是你的问题是，当今天你做题目的时候不会注意到隐藏资讯。所以你今天的检讨是应该是要为下一题做检讨。你看哦，像这个东西，下一题怎么样呢？好，不一定会考到平行，那它一样可能会考隐藏资讯在后面。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请问你这两题，这一题你看哦，如果你今天用过去的解题模式，只看选项里面的话，你只会去发现怎么样的 from 跟 to 的差别，你只会去发现 to 跟 VING 的差别，你只会发现这边写法不一样的差别 ，privilege of prescribing 跟 perfect privileges。这时候，如果你今天你对惯用语不熟的时候，就开始乱猜惯用语，好，乱猜这个固定搭配，或者是去乱猜这个地方写法到底是谁比较顺，好，写法好坏。但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一题里面的 prescribing 跟 prescriptive 在结尾两个选项结尾的地方不一样？你再往后看有没有看到它这边有给出一个什么？给出一个 to licensed doctoral level psychologist。如果接到 A 选项的话，会变成 prescribing to psychologist 为学者开药 ，prescribing to 为谁开药？如果对到 B 选项是什么？是 granting prescribing privileges to licensed doctoral level psychologists， 变成是给学者开药的特权。那你觉得学者是需要吃药的人，还是要帮别人开药的人？他们需要被开药，还是今天需要有开药的特权？这时候你会发现，要用到后面的关键资讯，才能够决定前面的胜负。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题它 GMAT 它是怎么设计的？它故意把关键资讯藏在后面，然后前面用一些你不熟的惯用语来逼你去猜。来逼你去用记忆来怎么样，用死背的方式来解题 ，OK？ 就像前面这题一样，他故意把关键资讯藏在后面，把简单的考点筛成两个部分藏在后面，前面故意把错误选项写的比较好看，然后逼你用什么？逼你用所谓的就是写法好坏来解题 ，OK？ 好，它就是这就是所谓的陷阱设计。好，所以但是你如果知道怎么样呢？后面长得不一样就要往后看，你就会解决这个问题。就像第43题，你看这一题，前面你可以看到，只看选项里面会发现它好像在考的是什么？好像在考的是说今天到底要用 as 好，还是要用什么 to be， 对不对？要用 as product demonstrator， 还是要用 to be 好，还是要用什么？还是说今天顺序要先摆 by， 还是先摆 to be， 还是先摆 to， 对吧？好。可是实际上你会发现，这4个选项结尾不一样。结尾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稍微往后看一个字，你就马上发现一件事情：后面的 who 这个点谁不知道，对不对？这个题目你看哦，这个题目如果GMAT它把划线部分画到这边来，这题目就变爆简单的题目，对不对？这题目就变成什么300分、400分的题目。谁今天去考GMAT不知道 who 要修饰人啊，对吧？可是你看哦，当今天他把划线部分画在这边，就会有一些人忽略掉这个考点了。所以你今天如果是上帝视角，当然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呢？检讨的当然知道说 who 是修饰人的。可是今天在考试的时候战争迷雾，你只看你看的东西会有盲点，你只会看到一部分的东西，你可能会抓不到考点，就是我们俗称的抓不到考点啊。好，这种时候你可能只会看到里面，就是会去解什么其他不熟的点。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你的盲点就要被补正。所以这一题，如果你跟我讲说 BCE 的错误是 who 不能修饰人，这我同意。可是你的盲点不是在这边，你要去想，刚刚我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考点？我下一次要怎么抓出来？是不是什么尾巴长得不一样的时候，我就要往后看一下，我就可以知道什么？我就知道说，哦，后面可能还有资讯会决定前面的尾巴要长怎么样。这才叫做真正的为下一题做检讨。你看哦，各位。这一题跟刚刚这2题，请问你这3题是不是都故意把资讯隐藏在后面，对不对 ？OK， 但是这3题，请问你它在文法观念上是一样的观念吗？根本不是。这一题考的是平行对称，词性的平行对称。这一题考的是什么？动词跟受词的语义搭配。好，这题考的是什么？考的是修饰语与修饰对象的
那个搭配。一个考修饰语，一个考动词跟受词，一个考什么？一个考平行。如果你只写观念的话，这3个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这3个观念我相信大家全部都懂 ，OK？ 但是这3个题目你会错的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不会有习惯往后看资讯的人。所以你如果这一题检讨能不能平行的话，只检讨能不能平行的话，遇到下面这两题你一样可能会错。但如果这一题你的检讨是检讨出自己的盲点的话，那你下一题怎么样呢？你下一题遇到这些题目的时候，你就不会错了，因为你都会记得看到左边不一样看后面。这就是我们说的上帝视角跟战争迷雾的差别。只检讨观念，这叫做上帝视角。但是检讨观念能不能在下一次陌生的题目里面用有效的 SOP 看出来去注意，这叫什么？这叫做为下一题的战争迷雾做准备。好，请各位要记住哦，请各位要记住，这就是什么最重要的心法。战争迷雾跟什么上帝视角的不同 ，OK？ 上帝视角在帮你眼前的这一题收拾，在帮你眼前的这一题做什么？做 review。可是今天检讨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多想一步，你要想的是下一题遇到下一题陌生的题目，仿佛走进丛林的时候，你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把考点抓出来，可以准确的判断？所以你要记住，不要为这一题做检讨，不要只为这一题做检讨，你要为下一题做准备。你的检讨重点不是在帮前这一题去做完整的收尸，而是什么？而是要帮你下一次遇到新题目不懂还要考什么的你，找到有效线索来判断。这个就叫做帮题目收尸，这个就叫做什么？帮你下一题做有效的判断。你会发现这两个差别在哪里？这个东西基本上还是聚焦在检讨选项身上，但是真正的检讨应该要多想一步，把重点放回自己身上。因为遇到下一题的时候，下一题题目会换，所以重点不是题目本身，重点是你在看题目的时候，你的解题流程跟你的观念有没有办法更完整。所以请记住哦，检讨不能只留在选项里面，检讨要多推一层，推回自己下一题要怎么改善。OK 哦，好，来，所以最后我下一个结论，检讨有3个原则。第一个原则 ，think now 什么意思？基本上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要一开始做总结的时候，应该要一题做完一题检讨，不要想说做个5题10题再回来检讨。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哦，像刚刚这种题目哈，如果你做个5题10题再回来检讨的话，你早就忘记自己刚刚为什么会忽略到后面的资讯，你只会记得一件事，就是什么不平行这样的概念。好，因为你做完5题10题之后，你会忘记刚刚这题我的盲点在哪里。可是如果你就是刚好做完一题在检讨的时候，当下你就可以马上回想刚刚做这题我为什么没有看到后面，是不是我的习惯哪里有偏差 ？OK， 那下一次我要怎么样改善？所以提醒大家，第一个原则是 think now， 一题做完一题检讨。练实力的时候，一定是要当下针对自己的盲点来做解决，而不是5题10题之后再笼统的针对选项的错误来做检讨。第二个点是 think next，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想的不要只想到眼前这一题，就像我们刚刚所强调的，你要想的是你下一题要怎么解决。这就叫想着眼前的选项，这个就叫想自己的盲点，以及想着自己下一题要怎么样变得更完整，变得更小心。第三个 think different， 什么意思？就是今天我们今天做检讨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关注的是 SC 选项的差异点，因为差异点就是设计什么？就是设计就是设计所谓的考点的地方，它一定要有差异才能考你。相对的，今天你在做 RC 跟 CR 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尽量去想2个选项的差别哪里，比如说是态度差别，比如说是 focus 段落的差别，比如说是范围的差别，想差一点有助于你去找到考点。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考试它不是考一个绝对，它是考一个相对。好，所以今天你只要看到它2个选项设计的不一样，你可以自然回想起出题者想要在这边考你什么样的观念。好，所以请记得哦，一题做完一题检讨，不要只想这一题，要想下一题，以及从差异点去回推，去想出题者是在设计什么东西的。OK 哈，这就是我们说的检讨的心法。好，那最后呢，当然跟大家闲聊一下，就是说这个影片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拍出来，是因为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开始刷题啦这样子。好，那但是其实Dustin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以前 Dustin 提倡刷题，是因为以前年少
不经事这样的概念。好，那在最近呢，把这个我的部落格做一个全新的改版。那我把最重要的东西拿掉，就是我不提倡大家刷题了，我把一些影片拿掉了。好，因为刷题不能提升实力，就像刚刚大家看到了，就是如果你今天刷题没有像这样深入的话，你的盲点永远不会解决，你都帮题目收尸，题目的尸体越来越多，可是你没有进步。OK， 好，所以今天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刷题，才会特别拍这部影片。OK，好，那基本上怎么样呢？另外一点就是，倒是你最近有听到就是说哦，就是我们有就是同事参加所谓的官方的军人媒体官方高峰会这样的概念，然后就是2017年好，那传回来的讯息是说今年好，大家不管是大陆的老师或台湾的老师都同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好我们。就是教学者的角度跟同学或者是考生的看题目的角度是不一样的。OK， 好，不能用教学者的角度来看同学啊做题的思维。那这个东西非常非常认同。好，就像这个地方一样，就是同学们做检讨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有盲点。好，那我们作为教学者，最重要的事情是应该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去破除盲点，而不是用我们自己已经懂了所有事情的这些眼光来看。OK，这就是到时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好，就是我们应该要从各位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那希望这个影片今天有帮助到大家检讨的时候能够更确实，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是很多人在检讨的时候会有的盲点。OK， 会有的盲点就是不知道今天下一题要怎么改善，只顾着眼前检讨这一题。其实这个东西老实说啦，自己之前在做考生的时候，也常常会可以理解大家的为什么会做这种检讨，是因为看到网络上的解释，看到网络上的资料，大部分的资料也都是只有跟你讲到这边东西，只有跟你讲到这些，所以很多人检讨都只有检讨这个层次。可是今天倒是要跟大家讲的是，如果你要提升的话，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为下一题所想。好，所以呢，到时你会继续作为一个教学者，会继续要站在就是各位考生的角度去想说，作为考生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盲点，要怎么样去看题目，要怎么解决。OK， 好，我们作为教学者，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上帝视角来看问题，我们应该要跟大家一起站到战争迷雾里面。OK， 好。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倒是你最近在研究，好，在研究 SC 出题者是怎么样出 SC 的高难度的题目的，你可以看到，就是倒是你最近在研究，然后最近发现了5个，就是好出题者会用来怎么样的，用来让 SC 的问题更困难的地方。OK， 好，困难的一些手法，出题者会故意复杂化问题的手法，包括复杂的结构，包括所谓的什么深难单词，包括所谓的好就是像刚刚讲隐藏资讯，包括所谓的什么好就是层级，包括所谓的不熟的惯用语，其实这些东西倒是你都已经在网上有分享了。OK 哈，好，那只是倒是你最近在研究的是它如何去结合其他我们已经知道的考点，把它全部重复使用。好像这边倒是你就开始在研究这些东西。好，他们这些设计的一些陷阱是如何互相结合，让一个题目从简单的题目变成高分的题目的。OK， 好，那这部分的研究的结果呢，就是会变成一步一步的影片，慢慢在网络上是慢慢放出来这样的概念。好，那希望大家稍安勿躁。好，就是好，到时你会以自己最觉得最不是 survive， 好，就是最舒服的速度跟大家慢慢的分享，一面聊天一面分享。那这个频道虽然就是虽然今天就是到时你讲话有点不专业，好，就是讲话有点不标准，好，那频道上也很空白，就是说只有一部投影片这样的概念，有些时候是乱录荧幕，好，所以这个频道其实老实说就是layout没有非常的专业，但请各位相信一件事情，就是Dustin绝对是想办法要站在各位的角度来帮大家解决问题这样的概念。好，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好，那基本上希望大家能开心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如果各位好就是有任何问题的话。基本上怎么样呢？好，建议大家不要丢脸书讯息给我，也不要丢那个就是留言给我。好，那基本上请各位寄到那个 A2Gmail 的官方信箱。好，再请他们转交给我。那问问题之前，也请大家去看我们部落格上面那个询问问题的须知。好，因为今天好，我倒是你自己认为，就是问问题的人跟回答问题的人都必须要尽到责任。好，如果你尽到就问问题的那个责任，清楚叙述，好，条理叙述的话。好，那么这个时候倒是你也会尽我最大的责任回答大家的问题。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哦。好，就是请大家就是继续努力。好，希望这部影片对大家的检讨是有帮助的。好，拜拜。